又是一个和断丝取出器有关系的故事，这个是拧转了。隔壁厨房这个是拧坏了，把丝口拧裂了。这是传说中的一箭双雕吧。借助我们的专业工具来给它做个处理，先处理卫生间这个。这是用断丝取出器拧完了以后，这个丝口呢基本就坏了。现在我们给它掏一下。我们把断角阀的一些余料呢全部给它打磨掉。这个丝口呢要换，所以打磨深一点也无所谓。但是在我们实际取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可以把内口伤了，因为这个磨头实在是太快了。断丝取出器它最大的弊端呢，就是如果我们拧过火了，这个丝口就像这样，里边跟着一起转。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这个内丝就没什么用了，基本上保不住了，需要拆掉。用热容器拔内丝的话，我们要把里面角阀的这些残渣呢全部清理干净，这样的话丝头才能拧得进去。取丝和热熔磨头在我的橱窗里面都有。我们先把坏掉的内丝呢给它拔出来。这个磨头呢有点长，在升温的过程中呢要多等待一会儿。旁边的这个水管呢也装了一个龙头，不过客户说这是一个废弃的管，这个管里面没水。等待热容器再升温。20多年前的老管道了，温度还没有达到就已经融下来。像这样的老房子都一样，缝缝补补又3年，几乎都是这样过的。实在哪天扛不住了，那就刨了要重新装修了。拆掉这个内丝啊，我们磨头还不换，因为在厨房同样也有一个要处理一下。但凡能断在墙里的，几乎全部都是这种合金的水龙头。这是客户换上去的新水龙头，这个新水龙头估计还是个合金的。换上新水龙头，发现这个地方一直漏水，原来是里面的内丝啊撑裂了。这个地方呢需要扩一下孔，因为这个水管太深了。这个孔不扩大一点的话，这个新的丝头呢融好了是推不进去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要给它扩大一点。现在也看到它开裂的位置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加热先把坏掉的内丝呢拔出来。插句题外话，最近1个多星期了，包括这个作品发的是第2个，因为最近家里面的人一个挨一个全部都阳了，包括我在内。这种感觉很多小伙伴应该都体验过了，实在是不太好受呀。提醒大家都做好防护吧。怪不得它漏得厉害，这个裂已经裂通了。我们做安装遇到这种老管件，在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稍微用力大的话就可能会撑裂。趁热打铁，把这个新的内丝呢给它融上。这个磨头比较长，所以我把温度直接给它拉满320度，这样速度能快一点。平时还觉得这个磨头长，但是这也有它的好处呀。你看遇到这么深的情况下，它照样可以融，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。赶快拆掉龙头，因为里面有缩进的情况，我们要把里面的这个余料呢给它弄出来。用个螺丝刀在里面转呀转，转呀转，然后这个余料就跟着螺丝刀一起出来了。这个搞定了，我们去卫生间，卫生间还有一个。往往大家看视频呢会有一个误区，当然这个不针对所有人啊。很多人看了视频觉得，哎，这个取丝是不是也很简单呀？比如说换个水龙头是不是也很简单呀？其实不然，即使我们3个月不干，拿起东西来再干的时候，手都跟不住脑了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主，干不好或者干砸了，其实都是很正常的。如果实在干不好的话，可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操作，这样会降低很多失败的风险，包括以后的隐患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虽然已经干了很多年安装和维修了，但是也避免不了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状况，防不胜防，翻车的时候也经常出现。
分享这些视频呢，其实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家里面哪些地方不行了，也给及时处理、及时维修，或者应急的时候，大家能掌握一些应急的处理方法，尽量避免亡羊补牢的这些情况发生。好了，我的活儿也维修完成了，收拾工具走人，拜拜。